以前小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对自动贩卖机产生过疑惑？在这个机器后面是真的有人在操作吗？我记得《名侦探柯南》里面有一集就出现过自动贩卖机。毛利小五郎经过后买了一种提神饮料，叫做卡兹曼，结果竟然涉及到了一起投毒事件，让我一度对自动贩卖机产生了不小的阴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种机器确实很方便，除了常规的饮料之外，现在的产品也更是五花八门，像零食、水果、蔬菜、盲盒，甚至还有大闸蟹。但你们见过可以自定义产品的咖啡贩卖机吗？说是说咖啡机，其实是个液体制造机，因为你可以输入任何你想喝的东西。至于机器流出什么液体，那就纯靠你的运气了。从照片上来看，这与普通自动贩卖机的最大区别就是上面有键盘输入板，按键与我们平时使用的键盘分布是一致的。当往机器里面投币50美分后，显示屏会示意用户使用触摸板输入任何液体的名称。输入完毕之后，机器会放下一个标准的12盎司纸杯，紧接着就会注入液体。那么看到这里，我心中一阵狂喜，这不是梦想当中的百宝箱吗？想喝什么就能喝什么，最好是免费的，那就更加完美了。当然，如果我脑洞大一点的话，肯定都不满足于寻常的饮料，千奇百怪的要求，这个机器也能够应付得过来吗？然而，这个自动贩卖机似乎拥有着喜怒无常的个性，它明明可以猜中用户的喜好，给大家来个惊喜，但它不是每次都愿意迎合的，所以更多的不是惊喜，而是惊吓。比如在2005年的8月21日，一个名叫约瑟夫的工作人员在上午9点30分的时候试图使用咖啡机，出于好奇，他想考验一下这个机器能不能听懂比较口语化的指令，再加上约瑟夫的昵称是 Joy， 所以他在机器上输入了 A cup of joy， 就是一杯他自己的意思。然而怪事发生了，约瑟夫突然头晕目眩，最后瘫倒在地。更可怕的是，贩卖机里面流出的不是咖啡，而是由鲜血、人体组织、其他体液的混合物。也就是说，贩卖机执行的指令是一杯约瑟夫。虽然这个答案让人不敢相信，但根据检测，液体当中的 DNA 顺序确实与约瑟夫的对上了。后来约瑟夫大概休养了1个月才完全康复。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这个贩卖机具有极高的危险性，于是就被安全部门收走，还专门配备了24小时看守的警卫。对此，有专门的专家小组开展了对于咖啡机的研究。他们发现，这个机器大约被使用了50次后就开始罢工了，1个半小时之后，它又开始自行补货，恢复运行。为了搞清楚这个自动贩卖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工作人员分别进行了多次实验，发现水、咖啡、啤酒、苏打水等等，贩卖机是可以做到有求必应的。除了这些常见的饮料之外，像硫酸、玻璃水、机油也能够制作出来。高腐蚀性的也行吗？确实，许多能够腐蚀掉纸杯的液体，对机器里面提供的纸杯是根本无效的。更离谱的是，不以液态形式存在的物质，像氮、铁以及玻璃，也都能够成功。既然如此，咱们输入黄金、钻石，岂不是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了？可别跟我一样想得美，因为这个自动贩卖机似乎只能输出能以液态存在的东西。当然，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肯定不在少数。就比如有一次，工作人员输入了一杯黄金的指令，果然机器只给出了一杯融化的黄金，类似的贵金属材料也都能够成功制造出来。不过还有人不信邪，再次输入了钻石的指令，机器发出了一阵短暂的轰鸣声，显示屏显示超出范围。随后工作人员尝试了其他固体物质，结果也都是一样的。后来有工作人员输入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饮料，机器给出了一种看上去像是可乐的饮品。尝了一口之后，工作人员想了起来，这是自己举行单身派对的时候在酒吧里面喝到的饮料。当时自己确实有称赞过一句，这是最棒的饮料。据他了解，里面有朗姆酒和可乐，其他成分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一发现让所有工作人员又惊又喜，这个贩卖机难道还能读取人类大脑当中的信息吗？于是又派了一名工作人员输入了相同的指令。这次机器给出了一杯泛有白沫的深色啤酒，杯身印着彩色的图片，是男男女女在海边喝酒很快活的样子。工作人员交代，他最爱的娱乐方式就是和朋友在海边喝着这种维也纳拉格啤酒。还有一个名叫卡西的女孩也尝试着输入了指令，卡西会喜欢的饮料。机器大概轰鸣了3秒钟，结果竟然出来了一个空杯。仔细看的话，可以发现杯身印着一杯香蕉巧克力奶昔的图像，顶部还有奶油，这是画饼充饥吗？最重要的是，香蕉巧克力奶昔确实是卡西最喜欢的饮料，但是杯子里面却啥都没有。一次猜中可能是巧合，3番2次的猜中人类的喜好。看来这个自动贩卖机确实能够读取到人类脑海中的信息。不过不要只听了刚才讲的那些，就觉得它跟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神奇，甚至有点想要，因为它还有更多的惊喜是你们不知道的。就比如有工作人员尝试输入指令，完美的饮料，随后机器送出了一杯淡紫色的液体，没有任何味道。
工作人员喝下后，精神状态大受打击，很快就自杀身亡，只留下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很抱歉，但我万念俱灰，只能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。”于是，没有人再敢尝试这个指令，也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含有什么成分。接下来的指令可以说是越来越离谱了。当输入一杯音乐，你将得到类似于酒精的液体。喝下去之后，你会感受到连续不动的律动，这不是耳朵里面听到的，而是你身体真真切切感受到的。有工作人员为此还跟着律动跳了一段舞蹈，非常的流畅。要知道，他可是从来都没有什么舞蹈基础的。后来有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输入指令“我的人生”，贩卖机轰鸣了将近3分钟，才给出了一杯粘稠的黑色液体。喝下去之后，研究人员像是开了光，回忆起自己所有经历的一切，必须全部记录下来。于是他夜以继日，花了48小时，写出了一本538页的自传。而又有研究人员提出的要求，仅为一个简短的词组，给我惊喜。这次机器提供了一只不透明的杯子，里面装有正常的水。然而他们检测出这种水竟然被加热到了200摄氏度，正常的水在100摄氏度的时候都会被蒸发了。然而这个装有水的杯子却一直在震动，其中的内容物变成了蒸汽，剧烈的喷出废水，覆盖了半径2米内的区域。看来还真的是一种惊喜了。还有一名工作人员点了一杯医疗知识，贩卖机给出的是一杯清澈的绿色液体。工作人员服下之后，医术突飞猛进，真的是能治疗病人的伤势了。不过这种效应并不是长久的，不久之后他就把医疗的知识全部忘光了。这个时候弹幕里肯定会有小伙伴说，要是考试前能够让我喝一杯，岂不是如有神功？话是没错了，但是还是奉劝一句，晚上少熬夜，梦里什么都有了。除此之外，你能想到的、不能想到的猎奇指令几乎都尝试了一遍，什么狼的血、树袋熊的尿、马的唾液、巨鼠的脑脊液，贩卖机通通都能够办到，咱就不说别的了。要知道，巨鼠大约有700公斤重，而且早在中世纪晚期就灭绝了，掐指一算，也就800万年前吧，这都能办到，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吧。最后，带领研究小组的博士找到了一个白血病人，并输入了指令：一杯他的白血病。然后就真的获得了一杯液体，这杯液体在显微镜检查之下，发现确实含有白血病的母细胞，基因学显示其属于这个白血病人。而第2次，博士又输入了一杯他的白血病，结果显示出范围外的错误讯息。然而这个时候，奇迹却发生了，这个白血病人被发现已经被治愈，但仅仅过了15天，白血病又再次出现在他的身上。至于哪里能找到这台贩卖机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在梦里，因为这压根就不合理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一丝丝的失望，美梦破碎了？如果真的有，我倒没有那么贪心，就给我来一杯1键3连吧，看看威力如何。互联网世界里面给我们最直观的反应就是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脑洞大开的人。我猜这个创作者可能是一个每天都会使用自动贩卖机的人，突然有一天就突发奇想，这个有求必应的咖啡贩卖机就诞生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看完别忘了数据删除一下。话说，如果你们有一次使用这台贩卖机的机会，你们会来一杯什么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